各位同学好，欢迎来到这个 part 数位系统实现。然后在这个 part 里面，我们主要介绍我们如何来实现一个数位系统，包含它的架构以及它的一些算法。那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然后系统的实现的考量，我们来复习一下。我们主要是考量它的计算的复杂度，这其中包含它的算术运算的数量、乘法、加法以及除法。当然，我们也必须考量记忆体的需求。好，那记忆体的需求是会牵扯到实现的时候有没有用到过去的输入或输出，以及系统的系数的储存，还有一些中间暂存值的储存。那这时候我们当然要考量到，因为我们在做实现的时候，我们有有限长度资源的效应，也就是说，我们在表示一个数值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限的资源来表示它。这样就会造成量化误差，那这样量化误差会造成结果有一些误差，这些都是我们在实现系统必须考量的。好，那此外，我们也要必须考量我们系统的架构，好，因为架构会影响到说整个系统是否可以平行处理。好，那实现方法我们会复习一下，主要这几种，好，直接架构、串接架构，还有频率取样架构，还有晶格架构。然后主要是我们开始提到我们的直接架构，然后我们先介绍我们的有限长度脉冲响应 FIR， 那这是它的数学式子嘛，所以如果要用一个直接架构来实现这个式子，那想必就很简单，因为你从图形上就会看到像这样东西，我们把输入经过不同时间的延迟，乘上系数 h of k 之后，全部加起来就可以得到输出，然后这样的概念就是一个有限长度脉冲响应滤波器的实现方式，所以它只需要储存 m 减一个过去的输入，还有 m 个乘法器，还有 m 减一个加法器，就可以实现FIR 的输出。好，那我们提到，我们希望有时候我们的输出是有线性相位的，因为避免信号失真，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说，为了满足线性相位的 FIR。它必须怎么样？有这样的性质，就是要系数要对称。好，它既然系数对称，所以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简化我们之前直接架构，因为它系数对称，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两个阶数共用一个系数来表示。也就是说，我们把整个直接架构折一半，然后把它折一半之后，让前后因为系数对称，所以可以共用一个系数。那这样就可以省掉一些记忆体。也可以省掉一些计算量。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是 FIR 的直接架构。如果是 IR 呢 ？IR 我们之前提过两种，一种是直接架构1跟直接架构2。那这是直接架构，它的做法是直接做，右边的部分是直接把输出回馈，右边是左边是怎么样？是输入延迟乘上系数 b， 这是直接架构1。那我们知道这直接架构1它需要 m 加 n 个延迟器，以及 m 加 n 加1的乘法器。好，那是否有办法把这个架构变得更好呢？于是就有人怎么样想到第二个架构。第二个架构只是把左右边做一个交换，它交换的好处是怎么样？就可以把它的延迟器共用，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形态。这是直接架构2，那它的延迟器只需要m 跟 n 的最大值就可以了，它乘法器是 m 加 n 加1，所以它就可以省掉一些延迟器。好，那有时候我们可以把一些架构把它变成串接的，例如说从图形上来看，我们会看到它是有许多二阶的系统串起来，例如 H1 跟 H2 一直下去，这是串接的，每一个都是二阶的。好，那二阶系统就长得像这样，这是一个直接架构的二阶系统，我就把它串起来。接下来我们介绍频率取样的架构的想法。那频率取样的架构想法就是说，我们通常滤波器用 h of n 来表示，然后同时透过这 h of n 的系数，我们就可以改变我们这滤波器的频率响应。好，那这种方法的目的就是说，假设我有一个微滤波讯号，经过这样的频谱这样的规格，就滤波器响应的设计，像这样的规格，我们希望输出得到一个滤波讯号，经过一个硬体之后会得到这样的讯号。
那我们因为知道说我们给定一个滤波器的规格像这样，我们如果直接从滤波器的规格来对这信号做一个滤波呢？好，所以等于说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频谱的规格怎么样做取样，好，所以可以得到许多的频谱上的取样点。好，得到这取样点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用这取样点来跟我们输入讯号来做一个滤波的动作，所以它的架构就长得像这样。好，这是我们的前面的 H1， 好，是固定的，后面是怎么样是 H2。那注意这边 H2 它里面每个系数啊，都是我们在频谱上所看到的 gain， 好，就是在不同频率下面所看到的 gain。也就是说，当我们给定输入是一个频谱的规格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频谱上它每个取样点当成这个架构上面的这些系数，好，所以输入讯号直接就可以透过这架构，可以很快的得到我们的输出讯号，好，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把我们的频谱规格透过一些反转换之后，再跟我们输入的 S of n 做计算嘛，就直接可以通过我们频谱上的取样点，好，直接用这架构来实现。好，就是说这个概念。那好处是说，当你频谱上有些高频部分是0的时候，好，那代表说在高频的部分我们就没有这样的系数，系数是为0，就不用实做后面高频的部分，只要实做低频部分，好的增益部分就可以来做，所以叫做频率取样的架构。好，所以这个成本会比较省。接下来我们介绍最后一种是晶格架构。那首先来探讨一下 FIR， 那这是 FIR 的数学式子，好，它主要是只有0点，它没有极点。然后它的 transfer function h of z 就可以把它写成AMZ， 好，那这边 AMZ 就是代表这个式子嘛，好，它基本上有许多系数阿尔法，我们就是不是一般性，我们把阿尔法0，好，把它定义成1，好，为了数学上的方便性。然后晶格架构它主要是透过这样的架构来实现，它每个都是一个晶格的架构，它每个晶格架构就像图形中下面的实现方式，好，它是透过这样的连接关系来得到最后的输出。这边看到输出有2个，一个是上面 y of n， 一个下面是 gm 减1 of n 嘛。那我们主要系统输出只看上面，这个 fm 减1 of n， 就是 y of n。左边就是我们的系统输入 S of n， 然后每一个 stage 里面它的连接方式就像这样，它里面有一个反射系数 Km， 好，看第几个 stage， 就代表第几个 Km。好，那晶格架构基本上就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 AM 就是系统transfer function乘上我们的输入，好 S of z 就可以得到输出 FM of z， 好，所以可以知道说 AM 就等于 FM of z 除上 F0 of z。然后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我们输出叫做 AM， 叫做正向的预测。好，反过来说，我们也有反向预测。反向预测就是下面这一个，好，就是我们反向预测就是下面这一块，好 ，GM of z。那 GM of z 就是下面这个输出嘛，好，我们叫做反向预测。然后我们知道说反向预测跟正向预测它们的系数关系，好，是靠颠倒的，有这个式子。好，我们来复习一下。也就是说，我们写成 z 转换，它会满足这关系，因为系数颠倒。好，所以它的 BMZ 跟 AMZ 有这样的关系。好，透过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来计算。假设我们的晶格架构学式是这样，好，我们透过 z 转换可以得到 FM 跟 GM 的 z 转换，好，输出。然后假设我们把 A0 跟 B0 当成1，好，因为 A0、B0 就是 S of n 嘛，好，那 S of n， 那 S of z 就等于1嘛，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系统transfer function的 z 转换的关系，就是 AM 跟 BM 的关系的这个式子。好，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整理成一个矩阵的一个表示方式。透过这个矩阵方式，我们就可以来计算阿尔法跟 Ki 之间的关系。好，关键就是说我们 AMZ 的最高系数就 Km， 好，所以等于说我们可以透过 AM 的最高系数 Km， 好，来反推来计算。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算说，这边有个 Z inverse 乘上 BM减1的z 转换，这个框起来部分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用左边那个取色部分写出来的，好，框出来的。那 z 的负1乘上 bm 减1的 z 的of z 的话，它就可以用前面这个什么 bm z 减掉 km乘上 am 减1把它换掉嘛。
那这样换下来之后，就可以得到我 AM 减1，好，可以用 AM 跟 BM 来得到。也就是说，我可以知道 AM 的最高系数是 Km， 那我也可以知道 AM 跟 BM， 就可以求得我的 AM 减1。好 ，AM 减1知道之后，它的系数的颠倒就是 BM 减1，以此类推，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阿尔法值算出来。好，就是说这个例子是说我可以把从 K 转成阿尔法。好，上面这个数学式子是代表说我如何从 K 转成阿尔法，是不一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全极点的 IR 晶格架构。那这是全极点的，好，代表是输入。好，那是输出，是全极点的。那如果有一种情况是说，我们这边要注意，这边提到说，因为我们全极点刚才是讲 FIR 嘛，如果全极点就怎么样，把输入跟输出颠倒，所以这边注意到说，它的晶格架构怎么样，是整个反过来，好，把它整个反过来，好，所以这边看到这边左边还是输入，右边还是输出，但是怎么样，晶格架构是反过来的，好，所以从0点就变极点。好，如果是晶格梯形，代表说这系统有0点也有极点，好，它的组合，所以上面部分就是它晶格的全极点的系统，下面就是0点的系统，把它接起来就是怎么样？就是代表这系统有0点也有极点，好的 IR 滤波器的架构。好，那晶格架构优点是说它可以用晶格来表示。那假设有一组 M， 好，一个 M 个 FIR 的滤波器，它阶数分别从1到 M， 如果用直接架构，它需要这么多个M 加1乘上 M 除以2的系数，但是用晶格架构只需要 M 个反射系数，因为它可以串接，每一级都独立。这个之前有提过。然后另外一个好处是说，如果我们要来设计 IR 滤波器的时候，我们只要看我们的 Km 如果绝对值小于，就代表这个全极点系统是稳定的，这样比较好设计我们的系统，因为我们只要控制我们的反射系数就可以。各位同学，在这个 part 里面，我们最后介绍了晶格架构。那晶格架构当然是我们知道说它在很多应用上都是非常清楚的，例如在语音讯号处理的时候，我们用晶格架构来实作，我们的这个线性预测里面，好，然后这边其他介绍直接架构跟串接，还有包含频率取样的方式，好，这些架构都是我们在实现我们一个数位系统所必须考量的，因为我们在实现它的时候，我们必须透过这样架构才能得到我们的输出嘛，所以选用哪种架构会影响到我们的计算量以及我们的机体的使用量，好，包含我们最后结果的输出的时间等等，好，所以在我们理论部分，我们最后介绍了系统实现，我想当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接下去我们就来讨论，来复习一下我们在实作上 DSP 有哪些的问题，怎么来使用这些硬体。